接触子弹笔记其实是我的好朋友把原子习惯跟子弹笔记搞错了，但是了解了以后，我发现它非常适合我。实际上，它是一个个人管理工具，它集代办、规划、反思为一体，既可以提高生产力，同时也可以更了解自己。子弹笔记的核心之一是子弹。通过符号来区分不同的内容。之前有人问过我，想要记录的东西很多，感恩日记啊、反思啊，每天都有变的东西，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记录。其实可以针对内容进行一下分类，并且去创造相应的子弹。左边呢是我的子弹，右边是原作者的。他现在的任务用的是一个点来表示，因为一个点可以轻松的变成不同的形状。第二个部分是索引，我们需要标题跟页码，方便我们快速定位，找到需要的内容。我的笔记主要是由每日记录组成的周记录、月度记录跟未来记录构成。在周记录的部分，我是把页面切成了2块，大部分是留给每日的自由记录，通过不同的符号来区分具体的类别。如果这个项目下面有一些想法啊、子任务啊，就退一格来记录。官方的子弹笔记其实每日记录需要留多少空间是看情况来定的，因为每天的需求是无法提前判断的。今天的记完就直接写下一天，但我觉得给画面增加一点观赏性也很有意思，所以我就会提前画好。左边一块区域是我专门用来记录阅读的记录啊，具体的睡觉时间的地方。虽然这个部分我想要收在个人追踪系统里面也是有办法啦，但是我因为想用印章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。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感恩日记啊，或者是其他你每天都想要做记录的一个内容。最后我会留一个格子，专门用来记录想要在本周完成，但又不确定是哪一天要做的事情，还有周复盘，用来写哪一些部分是我想沿用的，哪一些是想要改进的，也就是一个反思的部分。我的排版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只是横过来写跟竖过来写而已。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日子，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在滑雪，我就会再画一个格子，专门用来记录当天的天气啊、雪况啊之类的。原作者的排版是这样的，左边是日历，用来记录一些关键的事件，最好是完成以后再进行记录，这样子的话就会像一个时间轴。另外一页是任务页，把想要在本月完成的事情记录下来，顺便可以看一下哪一些是最重要的。梳理一遍之后，可以回到上个月的记录来看一下哪一些是上个月没有做完，需要迁移过来的。如果有一件事情一直被迁移，是不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可以删除呢？我自己的话是通过一个日历的形式来呈现。如果我有出门或者生病的话，我就会用马克笔把这个覆盖的时间标出来。对于视频发布的时间之类的有频率的事情，我也会标注在日历里面。旁边留了一个空白来写任务。另一个以月度来记录的就是我的追踪系统了，它不是子弹笔记的官方用法，这也是子弹笔记有意思的地方。你可以创建任何你需要的主题，虽然子弹笔记是根据当下的需要展开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想要完成，但是当下无法完成的事情。这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放在未来记录里，等到合适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迁移，可以从未来迁移到现在，也可以从现在迁移到未来。一般来说，未来记录会放在索引后面，你的正式记录前面，放在前面会更好找到，然后你也可以贴一张贴纸，方便你快速定位。如果有一个想法包含了非常多的子任务，或者是有更多相关的内容，你就可以为它创建一个独立的页面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把目标拆成各个元素，依次来解决。这个也跟上一集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内容可以有很多种，比如说旅行的计划啊、遇到的难题等等。追踪系统其实属于个性化集子的一个部分，它的功能性也体现在时效上面，不仅对当下有好处，
最好是能在回顾的时候也给你提供到帮助。每一次循环利用这个样板的时候，我都会想一下有什么是需要保留的，有哪些是需要改掉的。同样也是要做好索引，方便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快速的定位。好，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分享，希望对你有一点点帮助。拜拜。